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？为了一个项目方案呢，连续熬了好几个晚上 ，PPT 呢写了几十页，数据对标推演全部都做到你自己都挑不出毛病。可一进会议室，老板翻了几页就开始呢皱眉头，要么突然会问你一个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问题，要么直接来一句：这个方案有点复杂，回去再想想，多出几个版本，我再看看。那这一刻你心里一定很崩溃。我已经把能想到的都想完了，他到底还想要什么？很多人呢会把这个问题归结到一句话：老板太难伺候。但真相往往更扎心，不是老板难伺候，是你亲手用填空题耗光了他的决策耐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。今天这期内容，我想和你聊一个向上管理里技术含量最高，但又最容易被误用的能力。如何给老板做选择题，引导他们拍出你真正想要的板子？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那我们来先拆一个职场里非常常见但杀伤力极大的误区。那很多能力强的人都坚信一件事情：我只要把信息给全，老板自然就能做出最好的决策。听起来吧，很合理，对吧？但在老板的真实决策世界里，信息量从来不等于决策力。当你把一堆原始数据、3条模棱两可的路径原封不动地甩给老板的时候，你以为你在支持决策，但在他的心里，你干了一件事，把思考的责任原封不动地推给了他。那老板花钱雇你，不是为了让你告诉他现在有3种可能的天气，而是为了让你告诉他今天出门到底要不要带伞。那这就是决定高手和普通人的第一道风水。你要理解老板在决策的那一刻，脑子里真正关心的其实呢只有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选这个方案最坏的结果我能不能兜住？第二件事情，为了选择它，我必须放弃什么？所以当你给老板一个看起来很完美、没有明显短板的方案的时候，他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放心，而是警惕，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方案？是不是你有风险还没说？你给的越全越中性，他的决策焦虑反而越强。那真正的向上管理的高手，从来不会把选择题毫无加工的丢给老板，他们做的是另一件事情，提前帮老板把选择的边界框定好。他们给到老板的不是一堆方案，而是一个已经设计好的决策路径。我用一个非常真实的职场场景带你过一遍。假设你要推一个新产品的方案，你真正想要的是100万的市场预算，但这个时候你不要直接对老板说：老板，我觉得这个100万的方案是比较合适的，而是你要设计一下话术。方案 A 30万，只做老客户的维护，安全省钱，但几乎不可能完成今年的增长目标。那方案2其实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100万，重点投核心渠道，增长预期清晰，风险可控，逻辑扎实。方案3可能是一个更加激进的方案，300万全渠道铺开。但一旦转化率不达标，那这一期的利润基本就交代了。你真正的作用不是来让老板选，而是通过 A 的没有增长和 C 的太冒险，把老板的注意力自然地引到 B 这个安全的选项中去。这不是操控，而是帮他降低决策的难度。但真正的高手升级点还不在这儿。当老板真正拍板选择了你预设的那个方案的时候，你要做的一件非常关键的事，就是让老板觉得这是他自己做出的英明决定。你呢，不是替他做主，而是在给他提供一套可以放心使用权力的逻辑支撑。当老板多次通过你的选择题做出了正确的决策的时候，他对你的依赖就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那下一次他可能连方案细节都不看，他会直接问一句：你建议选哪个？在那一刻你要明白，你管理的已经不是方案了，而是他对你判断力的信任额度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第一，汇报越详细不一定越专业，反而可能让老板更难决策。那第二，真正的向上管理不是给老板来做填空题，而是提前设计好的选择题。第三，高手来做选择题的目的不是来操控结果，而是来降低老板的决策成本。最后，老方送你一句话：不要让老板在你的方案里迷路，而是让他在你的逻辑里自然走向正确的答案。你给他不是选项，而是一条通往
正确结果的路。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一期呢，我们来聊一个更现实也更容易翻车的话题。那超常规资源该怎么样？为什么真正有效的方式不是开口说取，而是呢价值的对赌？我是老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